每个菜都能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店里还能生意一直这么好，也是蛮费解的。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青云浦景民路最东北家常菜，208块，说实话不推荐。京酱肉丝哈，它是咸辣口的京酱肉丝，不是说那种咸甜口的。那这个口味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你知道吧？但是呢，它肉丝上浆上的很差，吃起来是发柴的，所以导致你卷到豆皮里面去以后，其实味道是不够的，所以还不如我自己加2条辣酱来增添它的味道。锅包肉它的火候炸得很好，酥脆，然后里边嫩，但是呢，它面糊裹得太厚了，然后就导致里边不进味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肉片很薄很薄，所以几乎吃不到肉的那种口感。京酱护心肉先卤后炒的回锅的做法，但是呢，有的部位吧选的不太好，就是很柴，然后有的部位又比较软嫩。这40多块钱一份尖椒护心肉做成这样子，有点不太应该。这个熏鸡啊，真的不好吃。卤完晾干之后去熏，它这个熏的时候没把握好，熏过头。它不是红亮，而是那种发黑，就证明熏过头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一股那个糊了的苦味，这个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我原本以为吧，它这会比较便宜，然后呢，现在算算，就这个食材、这个手艺对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能有这么多人，我还挺费解的，因为这条街上很多吃的，不具备任何竞争优势。便宜是真便宜，点这么多166块钱。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万寿宫后面的大头壳烧烤，166块钱，推荐。这个是鸡蛋肉丝基础款的炒粉，很有锅气，然后呢，它的粉的口感也很好，软韧弹，盘子底下没有油，而且它这个和普通街边炒粉不太一样，就是它的那种香料味啊会比较足一点。就是那种香料味，你在其他店里确实很少吃得到。烤大鸡脚，15 3串，个头很大，就是从原料的选品上来说 OK。然后先卤后烤，它的卤香味是比较淡的，更突出的是这种炭烤的香味和那种撒料的这种香料的那个香味会更多一些。口感上软糯，然后粘牙粘嘴。黄油面包，这个就是很典型是什么？虽然东西很简单，但是要烤起来费功夫。它一定是你得慢悠悠的在炉子上慢慢烤，所以它就是外面是薄薄的焦香，里面是很柔软的这个面包馅的那种感觉，口感的对比才能出来，它这个就不错。小肉和牛肉串都是这种1、2块钱一串的，然后性价比来说是拉的比较满的，肉新鲜，然后给的分量也足，火候烤的比较好，该焦香，但是同时你又能有咀嚼感。这家店人均50到70，在老城区万寿宫这个位置周边的小巷子里面，应该说它的性价比就会拉得非常高。东西呢量大实惠新鲜，你就按我推荐的来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这跟摊子上相比，它的环境会好一些，那又不至于像大店一样少了一些烟火气。所以它这对于年轻人，你到这边来玩的话，可以到这儿来打个卡。然后它整体的综合下来，性价比啊、口味、环境，包括新鲜度，在很多大店里面来说，南昌这边它可以往前排。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西湖区徐氏记龙虾339吃宵夜，应该说他们家的团购套餐和单点品质都不错，值得推荐。没吃完打包了。就你可以看得到哈，它这个香辣蟹的话是配料很丰富的，蟹、虾新鲜度都很好，然后黄瓜、莲藕、年糕，整体上来说这个分量、这个价格，而且蟹肉你可以吃到鲜甜味，这个很难得。芥末螺丝虾，我们这个团购是69的价格，它这个虾的个头啊、分量啊都还不错。调味的话，芥末、柠檬的甜味、酸甜呛之外哈，加了一个剁椒，这个的味道确实很本地风格，还可以啊。作为团购来讲，性价比蛮不错的。团购套餐里面的炭烤活鳗65，外皮焦脆，然后它这个鱼皮的油脂还有烤出来了，鱼肉本身鲜活的这种细嫩的口感，
香气都会有，蒜香的确实更符合男生口感，比较不错。然后芥末鱼子酱的这个呢，相对来说女生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因为它的口味会偏甜，然后沙拉酱的味道会比较突出一点，鳗鱼的味道就会被盖住一些，看个人口味喜好吧。做个总结，我们今天2个人是奔着300多来点的东西非常多，牛肉，然后又有2个套餐，虾、蟹。正常你2个人来点的话，你点开这2个套餐，一个鳗鱼，一个罗氏虾，然后再来点牛肉串，其实就够了，200块钱以内，吃的蛮少。如果你人多一点，就再来一个香辣蟹。如果每家都有这种出品水平的话，那你就省好多心，每家都可以去了。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699那个锅重庆干锅173块，总店值得推荐，不错。有的分店吧，差点意思。我们今天2个人，但实际上我们点了2个锅，够4个人吃。首先一个是它的干锅牛肉88，然后加了1份面条4块92。第一个，它的牛肉呢用的算是比较新鲜的，提前腌制，但是抓的粉不重，所以呢加到干锅里面以后还是以干香为主，会有一点嚼劲，但是不会老。然后呢整体的味型，我这个是加麻的，味道会比较不错一些，我感觉会更符合我自己的口味。另外一个锅呢，我们点的是肥肠拼排骨，它这个肥肠给我的惊喜度算比较好的了。第一个，它的肥肠整体的新鲜度 OK， 你吃还能吃到肥肠的那种 Q 弹的口感，而且没有脏气味和冰箱的杂味。第二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肥肠排骨这些它不是说提前几个钟头全部给你炸好了放在这儿，而是说等我们来了点了之后，它再来炒再来下锅，所以这样的话做起来锅气比较好，而且整个食材的那种口感丰富程度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一个就是2个锅底的配菜这个要说一下，因为我之前在百盛那家店也吃过，说实话这家的配菜丰富程度远超某些加盟门店，而且你能看得出来一家店它用不用心做，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做过总结，我们2个人今天点的是4个人的量，所以这家店其实人均就是40到50，会比较适合年轻人和学生来吃。另外比较好一点对于年轻人友好的就是他家饮料是无限续的，这个确实不错。小胖，你看到我饿。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4个人在春晖路的原始尼罗烤肉413块钱，还是不错的。点菜的话可以挑着点，然后服务非常不错。原始尼罗烤肉呢，应该是说它的很多菜品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菜呢，我觉得就有一些肉菜的话，我觉得你没必要点，可以换其他更好的选择。首先推荐的是它的烤胸口油牛肉，这个是非常好的。油脂的香味脆弹韧，然后它的瘦肉部分和肥肉部分它会给你分开来剪着烤，然后它的瘦肉部分的话这种肉汁很多，然后呢口感弹性包括嫩度都保持得很好，而且有很浓的肉香味，这个是很不错的。然后它的猪肉里面呢，它的推荐有一个就是薄薄的那个猪五花，我觉得不如它的这种厚切五花的口感好。然后再就是它的梅花肉和猪颈肉，这2个我觉得可以点一下。梅花肉是提前调味好了的这种甜口的咸甜口的梅花肉，你可以自己蘸一些干碟吃会更香。然后它的猪颈肉呢非常非常不错，脆香弹，然后呢你蘸上干碟的话，那种猪肉的香味就会特别的突出，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再就是你像我后面还点了它的酸菜然后一些这种烤肠之类的这种提前预制了的，那这种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换其他的菜来点。然后总体上来说的话，人均100，我们是往多了点，你如果稍微挑着一些点的话，人均可能70到80就可以。然后你再把它的主食，你像我点它的泡菜煎饼，表现比较一般，你可以换成冷面或者其他的这种主食会更好一些。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嘞。来7点钟下单，8点钟上菜，早知道让你先点了，何必等这么久？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4个人在广场东路的冒菜，然后呢220，应该是224块钱左右吧。你如果过来吃它的面条小吃，可以过来试试，它面条确实不错，但是主菜冒菜的话，我觉得还没有达到推荐的地步。
总的来说呢，就是小吃比主菜要更惊喜一些，或者说更惊艳一些。主菜的话稍微逊色了一点，因为呢它的面条确实是不错的，包括它的豌杂面、它的燃面，整体的口感搭配上啊都很好。就唯独有一点点，就是它的那个燃面的芽菜如果再炒一炒，然后稍微有点湿润的感觉的话，口感会更脆，然后它的香味会更好一些。但是面条确实已经比很多家要强了。那主菜差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啊，咸味给的不够，太淡了，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它的鲜味起不来，因为百味盐为首，你知道吗？你比如说像它预制的那种午餐肉啊，这个肥肠啊这种的，提前有盐味的，哎，你再泡到它那个汤里面再出来吃，就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它土豆、豆泡，像它的牛肚、黄喉这种提前盐给不了的，你直接只能靠它的汤底味道来提的，这种味道就很淡。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烤鸭，有的人觉得你像隔壁桌，他觉得它烤鸭很肥，但我觉得它烤鸭肥一点没问题，挺好吃的。烤鸭的汁水很多，然后呢它的那种油脂感很丰富，很香，有鸭香味但没有鸭腥味，处理得很好。但就是一点，因为红油汤底咸度不够，所以如果它汤底咸度够的话，你把烤鸭再泡进去，味道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就看个人选择吧。我觉得面条确实是很好的。他排第一，杰辉排第二，杰辉委屈一点，谁让杰辉先摊呢，是吧？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两个人在扬子巷文武烧菜馆，160块钱，人均其实从20到80都可以的，好吃推荐，很猛。豆泡烧肉就是不能抢火，9炖，把整个豆泡里面那个蜂窝炖了，全部炖满汤，你这样一口咬下去，包油的那种飙汤的感觉就很爽。而且它这个肉哈用的很新鲜，很好。它牛腩虽然是提前烧好来放在那个回锅，但是它牛腩部位选的很好，筋头巴脑，然后又有一定的肉的厚度，所以吃到嘴里啊又糯又弹，而且很香。西瓜的这种清甜味，夏天吃又很好，软软的甜甜的，带一点点脆，然后口感很好。起锅的时候走一勺明油很漂亮。凉粉吃是好吃，香是香，但是你吃到后面很明显的那个白酒的味道，因为它为了去腥嘛，然后它这个麻味没有那么重，它这个豆瓣酱的那种酱香味更突出一点。满满一样的一碗，你没看见配料，没有什么配菜，这全是腰片，除了葱蒜辣椒以外，剩下全是腰片，而且腰片片的蛮厚的，口感吃起来就比较过瘾的那种，你知道吗？这家店已经不是用说实惠来形容，你实惠只是说它量大便宜，但是这样是量大便宜好吃，而且它的味道也拿得准，食材给的也好。就这种纯肉的一碗牛腩，我在南昌是头一回吃到，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对吧？就他排第一，杰辉排第二，杰辉委屈一点，谁让杰辉先摊呢？对吧？真的，我们都吃到最后了，这玩意儿牛杂还是一直捞，压得我难。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两个人在金马庄鼓乐牛香总店牛杂火锅158的套餐，这个值得种草一下。哦，深夜的一碗肉，整一口啊，兄弟们！它这个吊龙新鲜度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这是晚上10点多过来吃，肉的品质还是 OK 的，口感呢味道不错了。我们这个套餐里面的牛杂锅底香辣锅的哈，它这个牛杂就真的很有诚意了，牛肚、牛腩还有牛舌，包括还有牛心、牛肠，量非常多，而且它这个在供应链的品质里面算非常好的，有弹性，有糯，然后口感非常好，没有任何脏气味。套餐里面的鲜的手打牛肉丸，这个丸子基本上达到了潮汕牛肉火锅店常规的这个水准。然后就是它这个潮汕丸子脆弹都还 OK， 就是因为它店里自己制作的时候啊，我建议就是稍微再冰一点，它的口感会更脆一些。做个总结，我们今天两个人在金马庄总店这儿吃的是158的那个少年套餐的牛杂锅。
它这个牛杂啊、新鲜度啊这些东西品质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吃肉吃的爽，我就建议你用另外一种法子，就是你直接买它的那个80抵100的朋友券，然后单点一个中份的牛杂锅，再来一点牛肉丸、鲜牛肉，来点方便面，这个就吃的特别爽。你可以摒弃掉所有的蔬菜。这个套餐的重点。哦，这香味真窜呐，那个酸味儿。本来早上吃的好饱的，我中午没有什么胃口，这个一上来，我瞬间就饿了。上饭，花自己的钱吃饭，说真话，我是老陈小胖。今天2个人在九龙湖这边寻味小馆富宝旁边的小店，挺不错的，186块，推荐。酸萝卜炒牛肚，这个萝卜腌的真的非常好，酸不呛，回口呢有一点点柔的甜，很清淡。然后呢，萝卜本身的甜味搭上牛肚的卤香，牛肚是9分烂，有弹性，又不会很烂掉的那种，非常配白米饭。我跟你说，真的。杂鱼1锅鲜78，桂鱼、鲫鱼、黄鸭头，分量给的还蛮多的。然后就是典型的我们南昌的这种酱烧口味，大蒜、辣椒，然后拿酱油一烹一烧以后呢，汤汁收黏，然后鱼肉的鲜味也能凸显得出来。鱼肉是很细嫩的，很新鲜。冬天来这个砂锅吃得很舒服，拿这个鱼汤拌饭可以哦。豆参烧腊板鸭，冬天吃非常时令的一个菜。板鸭的辣香味也有，鸭子选的也不错，有肉有油，然后皮的口感也非常不错。豆参呢吸饱汤汁之后啊，加上白菜的甜味，整体的味道是很丰富的。唯一一点哈，就是板鸭在你锅里烧的时候，稍微再多大火冲那么5分钟，口感和味道会更好一些。最后总结，我们今天2个人3个菜全荤，都是大菜硬菜，挺不错的。然后呢，实际上这家店人均大概在60左右，你要吃的狠一点的话，顶天也就是80到90了。它这是非常标准的本地的馆子店的口味，很适合西客站和富宝周边这种家庭聚餐或者朋友吃饭的这个位置。然后食材用的是比较新鲜的，味道呢也不错。酸萝卜牛肚，你们来的话一定要试试。